关注外设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我这个格斗游戏老油子啊，在这一块的注意力从未停止过。不过我相信有不少的老玩家一定会好奇，现如今的格斗外设趋势，加件已经成为了大部分玩家入手的硬性需求。可为何做摇杆的大厂们几乎都不去做加件的版本呢？新玩家啊也可能会想 ，Hitbox 会是街霸6专属的外设吗？如今 Hitbox 的受众与限制又是如何呢？最近这些日子，我也是收集来了一些信息，再加上我自己的判断，尝试为大家解答一下其中的原因。当然，我自己目前是摇杆 HB 的双修玩家，手柄暂时还分享不出特别有干货的内容。如果有不同的看法的话啊，欢迎大家补充指正。首先是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摇杆大厂不做加件？尽管这个问题看起来比较尖锐，我还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！就在我入手这台摇杆的时候，我就问过他们一遍了。后来他们的管理告诉我，街机 V3 打入市场的时间啊是在街霸6发售之前，当时还没有处在加件热潮当中。但是他们的设计师啊也是可以倾听我们玩家的意见。当时我一听完还在想，这样的回答也太综合了。果然是我太尖锐了吗？直到后来我在一个资深摇杆群里问了问大佬们的看法，我才明白，其实摇杆对比 Hitbox 的受众范围是不相同的。因为摇杆本身不只是服务格斗游戏一个品类，同样还有其他街机类游戏、原神都是用摇杆进行游戏的。而且摇杆本身可以覆盖到整个格斗游戏品类当中，不只是街霸玩家才用摇杆。你看拳皇、铁拳、VR 战士、最后装备等等，他们的按键逻辑都不一样，对按键个数的需求也是不同。你看 VR 战士就那几个键啊，8键版本的摇杆你都可以嫌它多了。摇杆宏观上来讲，一般情况下很难做到像 Hitbox 那样便携，整个框体的模具设计成本似乎也要更大一些。而且我当时的出发点是站在街霸玩家的视角，加上现在不同的布局都有各自的说法。你比如说我仅仅是需要多出一个键就可以满足我的需求，但别人不一定这样想啊。所以一个万金油的键位布局似乎是有点难以判断的，起码目前还没有出现一个比较完美的答卷。所以我这么被大佬一说呀，突然就有点茅塞顿开的感觉了。确实，它作为一个覆盖整个街机游戏的外设，无论是一个游戏需求的视角出发，还是厂家的性价比、售卖情况出发，8键摇杆放在现在确实依然是一个合适且可靠的布局方式。而其实摇杆更多修改的地方啊，是在杆子上面，比如什么圆舵、球舵、大师杆、龙杆等等。但还是那句老话，如果你也想入手摇杆，但是无从下手的话，你永远可以相信全套3核配置，几十年传承下来的配备啊，确实经得起考验。那么我们再把目光回到新宠儿 Hitbox 上，为什么它更像是专门为街霸而生的设备呢？在我看来啊，说是专门为街霸而生，倒不如说是 Hitbox 恰好与现在格斗游戏的发展上对齐了颗粒度。相信玩过前作的玩家一定感受得到，街霸在最近3代作品中，角色招式的操作难度正在以肉眼可见的程度直线下降。过去很多角色都有超过3个方向的指令招式，而如今除了个别角色以外，绝大部分的招式几乎都变成了236或者214这种2个方向的指令。然而大部分玩家其实在使用无名指进行操作的时候，都会出现不灵活的情况。如果这种类型的指令没有得到改善，那么在通常的连段过程中，有大量涉及到大于等于3的指令数量，并且几乎都会涉及到无名指。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对你的方向指令要求变得更加严格，同时也会对到一定的输入速度的优势。不过好的是，现在的格斗游戏在招式操作量上都在疯狂简化。街霸6里没有什么涉及到单个招式要出很多方向的角色，而 Hitbox 在输入2个方向的时候，会比更多方向输入时更快、更精准。而且不只是因为操作的简化让它格外契合，看看现在整个格斗游戏市场，很多游戏啊大大小小都面临着一些比较明显的问题。街霸6除了更新巨慢无比以外，它的热度也是十分的稳定，甚至还有持续上涨之势。所以就是这个热度对比其他格斗游戏在网络上呼声的占比要大得多，加上游戏操作的简化程度正好可以让 Hitbox 得到有力的发挥，才使得这个外设更像是专门为街霸而生的产品。说到这儿就延伸到下一个问题了， Hitbox 真的就只能拿来打街霸吗？它对比摇杆又有哪些限制呢？首先我要告诉大家啊， Hitbox 不只是适合街霸6这个一个产品，它契合游戏的多少程度主要取决于游戏中实现角色招式的复杂程度。无论哪一个游戏，它的操作不涉及到大部分的时间都需要出3个指令以上的招式，它就可以很大程度的契合这个游戏。所以现在很多玩家不只是用来打街霸，你看最后装备、龙珠斗士、碧蓝幻想甚至铁拳，你都能见到 Hitbox 的身影，只是面对部分角色来看有点难以适应。比如你看看最后装备的肥宅转圈圈、铁拳各种情况下的电风这些比较复杂的指令，一用 Hitbox 会非常的累手。虽然格斗游戏在未来的方针我看来还是会继续简化操作，不过对于目前情况的话，那些像是街霸转铁拳、铁拳转机这种转游戏的潜在格斗游戏玩家来说，想要用 Hitbox 通吃所有的格斗游戏还是有一点困难的。毕竟格斗游戏在我看来还是摇杆更得劲儿。
如果有人是抱着如何选择外设的疑问来看的本期视频，我想你应该有了自己的答案了。然而我还想要补充的是 ，Hitbox 虽然很契合我们一开始都用键盘玩游戏的习惯，它在方向上和触发上也更加精准，但过了这个外设的新手福利期，其实 Hitbox 还有大量的快捷输入指令需要你去不断的练习精进。摇杆虽然对没有接触过街机游戏的新玩家们来说，适应杆子的方向确实比较有门槛，但是在你熟练之后，它能给到你的是一种全能的安全感。至于加键啊，可能是碍于这种成本问题才使得他们比较保守，但如果你是新人的话，标准8键的摇杆入手一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就是最近外设圈对于这台天韧星讨论的热度不是比较高嘛，我也是顺着这台设备再延伸一下我们外设杂谈的内容，顺便也用 V3 的摇杆来一起做一个探讨。我自己对外设的接受程度是比较高的，平时在家摇杆和 HB 都会使用，只是会根据角色和外在情况去做决定。这台天韧星给我的实际体验，在面板上确实如众多评测中所说，防指纹的钢化玻璃板手感非常不错，防滑垫还有其他细节都做得十分用心，有给到我一种惊喜。那么在配置方面，按键用的是遮山段落轴，手感会非常脆。如果不习惯，你可以换成其他轴体，它支持热插拔。额外的加键是那4个腰子，针对性做的加宽处理，其实就是可以更方便你触碰到按键。对比其他 HB 更独特的地方是它支持无线连接，我自己玩下来基本上也没有感觉到什么延迟，并且可以续航20到40小时左右。另外它还有 Xbox 官方授权。经验性总结啊，天韧星细节很能打，加键下了功夫，官方授权还有无线连接这些加分项。而且如果你是手比较大并且玩游戏力度比较偏重的玩家，那么比起其他人，它可能还更适合你一点。而这台街机 V3 主要一个卖点是他们复古这一块的设计。其实早在这款摇杆刚发售的时候，我就有关注了。如今啊，终于是入坑了。配置没什么好说的，全3核就是非常稳定，并且它也支持无线连接，整体重量在标准之下，建议放到桌上游玩。喜欢复古这一块的玩家们可以尝尝鲜了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外设这一块的东西，我感觉基本上都说的差不多了。如果你们还有任何的疑问啊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补充。那么下期杂谈没搞错的话，就是我们的老沙了哈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如果我不是秃头，你还愿意叫我一声艺术家吗？我是秃头，一位草根艺术爱好者。我们下期再见 ，Adios。就让我逃离宿命的浪。